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，今天来教大家轻染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毛衣整体为一片式编织，从左袖开始往右袖横向编织，在腋下位置加针，形成前片和后片。编织过程中留出领窝，最后在另一侧腋下减针，编织另一侧袖子。完成后，缝合连接袖下及身侧，然后挑针编织领边和下摆。首先学习左袖的编织方法，分为袖边和袖身两个部分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图解仅供教学使用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中，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并针的位置，无论是几针并作一针，图解都是只占一个格子。起针的方法和针数标注在图解下方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。在正面编织时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右侧；反面从左往右看图解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左侧。注意，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用到的针法在图纸上都进行了相应的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起针，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棉线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棒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由于针数较多，这里使用环形针编织。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，方便最后收线头。左手拿起环形针的一端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，这一针作为下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环形针的另一端，然后将线头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将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棒针编织的基本姿势。接下来将右棒针放在线头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左棒针上的线圈，用右手的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棒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，可以看到这个线在上方。开始织下针的起针，将右棒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两个线圈之间。注意，这里是线圈的中间位置，不要穿过线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棒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这一针作为下针，可以看到线在下方。继续织上针的起针，右棒针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入棒针，绕线，挑出。这是第四针，接着织下针的起针，右棒针放在线的上方，
穿入棒针，绕线，挑出。这是第5针，再织一针上针的起针。这是第6针，起针就是按照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交替向下编织，往下按照这个方法起针，直到需要的针数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。实际的针数较多，大家要注意，防止两侧线圈脱落。下面开始编织纽针单螺纹花样，先来织第1行。第1针是纽针的符号，编织纽针，将右棒针从上往下穿入第1个线圈后方的一根线。注意，这里穿入的是线圈，不是2个线圈之间。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同时放开左棒针上的线圈，一针纽针就织好了。第2针是空格的符号，表示上针，将线绕到右棒针的上方，织一针上针。接着织纽针，先将线绕回右棒针下方，织纽针。下方这个扭起来的辫子就是纽针的纹理。然后织一针上针，不要忘记将线绕到右棒针上方。完成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上针是瓦片形状的纹理，有一根线横在上方。这一行就是一针纽针，一针上针交替编织的。每次纽针和上针交换时都要记得绕线，不然就会多针。继续按照这个规律将这一行织完。如果最后这个线圈较大，可以稍微拉紧起针的线头。大家看，第1行就织完了。接着织第2行，图解这一行从左往右开始，因为图解体现的是织片正面的纹理，实际要编织相反的针法，将织片翻面。右手挂好线，第1针是纽针符号，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上针的纽针。将右棒针放在线头下方，从下往上穿入线圈后方的一根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同时放开左棒针上的线圈，一针上针的纽针就织好了。第2针是上针的符号，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下针。注意，挑线圈前面这根线编织下针。除了对照图解，还可以按照织片纹理编织。下一针是瓦片形状，就织一针上针的纽针。
是辫子形状，就织一针下针。继续按照一针上针的扭针，一针下针的规律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大家看，现在第2行就结束了。接下来，下摆剩余部分的编织方法比较简单，在正面，也就是起针的线头在左侧时，一针扭针和一针上针交替；在反面，一针上针的扭针和一针下针交替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结束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，将它们织完。下面教大家数行数的方法。织片的正面对着自己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列一列扭起来的辫子，一个辫子表示一行。最下方的这个辫子是起针形成的。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1、2、3，再加上棒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，这里也就是织了4行，这个就是数行数的方法。绣边完成后，接下来编织绣身。更换大号环形针，沿着绣边结束位置来回往返编织对应花样。编织过程中需要加针。先来织第1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实际更换对应环形针编织。先织2针下针，然后织一个挂针，将线头从前往后在右棒针上绕线，这样右棒针上就多出了一个线圈，一针挂针就织好了。接着织一个右上2针并一针，往后简称为右上并针。右针先以下针的方式将左侧一针挑下不织，之后织一针下针，接着用左棒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盖过左侧一针并挑下，一针右上并针就完成了。继续织一针扭针和一针上针，重复4次。完成后，再织一针扭针，然后织一个左上2针并一针，往后简称为左上并针。右棒针从左向右，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这样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接着织一针挂针和一针下针，将这几针看作一组花样，这一行就是重复编织这样一组花样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先织一针挂针，然后织一个右上并针，右棒针先将左侧一针挑下不织，之后织一针下针，接着用左棒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
并盖过左侧一针，这个右上鬓针就织好了。接着织一针扭针和一针上针，重复4次。完成后，织一针扭针，再织一个左上鬓针，右棒针从左向右，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。这个左上鬓针完成，继续织一针挂针和一针下针。又一组花样完成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编织对应花样，织完这一行。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2行，将织片翻到反面，前4针是下针符号，在反面需要编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4针上针。接着对照图解编织9针扭针单螺纹花样。继续织5针上针，然后织9针扭针单螺纹花样。往下对照图解，重复编织上针和扭针单螺纹花样，织完这一行。第2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第3行到第6行，在正面对照图解编织对应花样，反面交替编织上针和扭针单螺纹花样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它们织完。第7行需要加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加针的方法。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织一个右加针，先挑这一针下方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。完成后，继续穿入这一针线圈，织一针下针。这样右加针就织好了。接着对照图解编织对应花样，直到左侧
2个线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织一个左加针，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找到右棒针的这一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棒针挑起第2个辫子的左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一针左加针就织好了，再织一针下针，第7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第8行到第10行对照图解编织，大家自行将它们织完。第11行需要用到新的针法，先织5针下针，然后织一针挂针，再织一个右上并针，接着织一针下针和一针挂针，然后织一个中上3针并一针，右棒针从左向右以下针的方式将左侧2针同时挑下不织，接着织一针下针，完成后用左棒针挑起之前挑下不织的2针，盖过左侧一针并挑下一针中上3针并一针就完成了。这一针相当于减掉了左右2针，继续织一针挂针和一针下针，然后织一针左上并针，一针挂针和一针下针，一组花样就完成了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编织这一组花样，织完这一行。往下绣身前133行都是在正面编织图解相同的针法，在反面编织图解相反的针法。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编织。第134行开始需要加出腋下的弧度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加针方法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先对照图解编织相反的针法，织完棒针上的所有线圈。我小样已经织好了。接下来织2针卷针加针，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转动，形成交叉的线圈，将这个线圈从下往上套在右棒针上，一个卷针加针就完成了。再织一针卷针加针，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绕线后从下往上套在右棒针上，第2针加针完成，第134行就织好了。下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先挑上一行卷针加针的线圈，一针对应一针织下针。注意，这里肚线不要拉得太长。完成后，继续挑线圈，对照图解编织对应的针法。织完左棒针上的所有线圈，
完成后，再织2针卷针加针。注意，在正面接尾，需要将手指放在线头下方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头反向套在棒针上。1针、2针，第135行就完成了。往下，绣身剩余部分，对照图解，在每一行结束位置加针。注意，最后2行分别根据需要的衣长加出对应的针数。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解，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绣身织完。绣身完成后，接下来编织前后片，在绣身两侧加出来的线圈对应位置编织下针，中间编织花样，并随着花样延伸，逐渐缩小花样编织范围。编织过程中，需要在中间挖出领窝，也就是中间收掉对应针数，将织片分为前片和后片2个部分，分别编织。编织过程中，通过减针和加针塑造出对应的领型。完成后，再合并编织右肩袖，直到袖窝减针位置前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前后片前44行，在两侧编织大平针花样，中间对照图解编织对应花样。我小样已经织好了，小样的针数和行数较少，只演示方法。第45行需要开始挖出领子，先对照图解编织，直到中间浮针收针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图解这里是7针浮针，我们边织下针边收浮针，先织2针下针。完成后，左棒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并从右棒针上挑下，这样就收了1针。继续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然后左棒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了1针。下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收完7针浮针。完成后，右棒针上的线圈对应浮针左侧第1针，从第2针开始编织，往下对照图解织完这一行。第45行就完成了。可以看到，中间的浮针收针将织片分成了前后2个部分。我们可以将右侧后片对应部分修针，也就是用家里的零线将对应线圈穿起来，暂停编织。
往下，先编织前片对应部分，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解编织，直到织完第46行到第140行，完成后将对应线圈修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小样前片这部分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编织后片，先将前面修针的线圈套回环形针，接着将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右棒针以织上针的方式插入线圈，将活结挑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。第一针上针就织好了，并接好了线头。往下，剩余线圈全部对照图解编织相反的针法，织完这一行。后片的第45行就完成了。往下，后片第46行到第140行对照图解编织，大家自行将它们织完。第141行需要将前后这两个部分合并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合并的方法。编织之前，可以将前片修针的线圈先套在环形针上，注意织片不要扭起来。接下来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先织下针，织完环形针上右侧织片对应的所有线圈，完成后织7针卷针加针，1、2、接着调左侧织片上的线圈编织下针，织完所有线圈。第141行就完成了，并且将两侧织片连接起来了。往下，前后片剩余部分不加不减编织大平针花样，织完对应行数。到这里，前后片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右袖，先在两侧用扶针收针的方法收掉身体部分对应线圈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袖子，同样分为袖身和袖边两个部分编织。其中袖身编织大平针花样，编织过程中在两侧减针；袖边需要更换小号环形针，编织扭针单螺纹花样。完成后，用单螺纹收针的方法收完所有线圈。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它们织完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单螺纹收针也就是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。通常织完单螺纹后，就可以用这种收针方法。我这里是一个单螺纹小织片，先织两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个小织片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二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
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固定并藏好线头即可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往下，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将右袖织完，完成后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缝合袖子两侧和身体对应部分。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。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
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至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
但要将支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。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支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这样右袖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领子，在领口沿着织片边缘挑针，绕圈编织扭针单螺纹花样，针数较少，需要同时用到4根棒针进行编织，请看演示。先来挑针，将织片的正面朝上，后片朝着自己。我们从后片任意一侧开始挑针，来看一下后片的边缘是这样一个小辫子，大致按照4个辫子挑出3针的规律挑针。挑完大约1/3的位置，接着取出第2根棒针，继续按照这个规律挑针。到了浮针收针位置，大致1个浮针辫子挑出1针。按照这个规律，大约挑1/3的位置。
完成后，取出第3根棒针，挑完剩余针数。到了卷针加针位置，挑这样2个线圈的交叉，大致1针对应1针挑针。完成后，注意核对一下总针数，不要多针或少针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，绕圈编织纽针单螺纹花样。可以发现，这3根棒针形成了这样三角形。取出第4根棒针进行编织。第1针织纽针，需要拉紧，接着织1针上针，往下1针纽针和1针上针交替，织完这根棒针。到了交界处，继续按照规律编织。注意，交界处的第1针需要拉紧，往下将它们织完。织完第3根棒针上的线圈，表示1圈结束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绕圈编织纽针单螺纹花样，织完对应圈数。完成后，用单螺纹收针的方法收完所有线圈，方法与右袖收针方法相同。全部收完后，将接尾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在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，这样领子就完成了。下摆的编织方法与领子类似，用环形针沿着下摆挑出对应针数，绕圈编织纽针单螺纹花样即可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它们织完。到这里，这款毛衣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